飞机的突然颠簸，让女孩死死抓住陌生男人的手。许是因为害怕，她的手上愈发的用力。男人开口想说些什么，抬头却是一张清纯甜美的脸庞，迎合地握住她的手腕，直到女孩稍微平静，瞧见邻座两个男人他们之间没有表白，只是一个试探性的亲吻，便将两颗炽热的心紧紧拴在了一起。于是在这个城市的街头，在十字路口的游乐场，在放着轻音乐的酒吧，悄然出现了一对羡煞旁人的情侣，笑声横跨了整个四季。而凯莫尔也似乎忘记了自己的身份，直到又一个春天来临，打完篮球的凯莫尔瞧见正在干呕的雨，他刚想询问，却惊觉远方一阵阴冷的目光投来，而在看清那人的脸后，凯莫尔便知道该来的终究还是来了。这天晚上，雨兴奋地给闺蜜打去视频。Hepsi pozitif. Ay ya sen aşık oldun. Bir de hamilesin. 泪水打湿了眼眶，这是他们爱情的结晶，也将是他和凯莫尔相识1周年最好的礼物。本是激动人心的好消息，他告诉雨，凯莫尔明天将会回到家族处理一些事情，在此之前绝不能将这个消息告诉他。尽管不明白这两件事之间有什么联系，但雨还是选择了相信塔克。很快凯莫尔回到家中，雨抑制住心中的冲动，送了他一块印有他们两人照片的手表，作为相识1周年的礼物。 Döndüğünde benim de sana bir sürprizim olacak. 凯莫尔走后，雨依旧沉浸在幸福的喜悦中。他甚至可以想象到，当凯莫尔得知宝宝的消息时会是怎样的欢喜。然而天总有不测风云，这天塔克找到雨，说要给他一个惊喜。本以为是凯莫尔返程归来，可到了目的地却发现是凯莫尔的妹夫木茶。Kiminle beraber olduğunu biliyor musun? O ne demek Hamza abi? Bu artık masal bitti demek. 原来凯莫尔是一方势力的长子，在一次冲突中，他杀了另一方势力的老大，对方家族十分强大，这也正是凯莫尔躲到这个国家的原因。经过1年的争斗，如今两方终于达成了一个化解矛盾的共识，那就是联姻。而这场联姻最大的阻碍，就是雨和他肚子里的孩子。突如其来的巨大变故，让雨所有的期待霎时化为泡沫，他眼中噙泪，双手环抱还未降世的宝宝。直至此刻，他依旧无法接受眼前的事实。然而情况容不得他多想，木茶的手下很快将他拖走，他呼喊着向塔克求救，可为了哥哥的安全，塔克也只能袖手旁观，看着眼前拿着针管的男人。身为母亲的雨又怎会坐以待毙？尽管已经害怕的浑身颤抖，但他还是抓住机会，一脚踹翻大意的男人，从后门溜了出去。只是天不遂人愿，追逐中，雨还是倒在了一场车祸中。而这里发生的一切，远在他国的凯莫尔毫不知情。谈判席上，他冒着生命危险，一口回绝了对方提出的联姻要求。多日的洽谈毁于一旦，早已回国的木茶追上来责怪。消息，凯莫尔顿时大发雷霆，他容不得任何人欺负雨，哪怕是让他不开心。可凯莫尔并不知晓，此刻的雨正躺在床上，眉头紧皱，昏迷不醒。所幸的是，孩子和他都没有什么危险，而塔克也终究还是心软。在木茶打来电话询问时，撒谎说一切已经处理妥当。不久后，雨醒了过来，得知宝宝没事后，他心中顿时松了一下，只是随之而来的却是无尽的委屈和不甘。他必须要做出一个选择。Yenge, abimi seviyorsan ondan uzak dur yenge. Bana evlenme teklif etti. 随着飞机驶离这个城市，焦急的凯莫尔也回到了家中。得知雨已经离开，愤怒的凯莫尔一拳打在弟弟脸上，他站在阳台痛苦的失声呐喊：茫茫人海，他又要到何处寻他？几经周折，他找到了雨的闺蜜家，远远瞧见2楼熟悉的身影，凯莫尔迫切的想要上前解释，却被闺蜜拦住了去路。推搡间，身上的手枪掉落在地，恰逢一辆警车路过这里。不久后，凯莫尔被驱逐出境，而雨也踏上行程，回到了自己的家乡。见到父亲的那一刻，积攒已久的情绪终于爆发，他趴在父亲肩头，任凭泪水肆意而出。打这以后，雨的世界便失去了色彩。他曾想过舍弃肚子里的孩子，但最终还是下不了手。看着父亲憧憬， Karnımda hissediyorum onu baba. 笑容戛然而止。对于封建的父亲来说，女儿的未婚先孕无疑是一场晴天霹雳。他扬言要和雨断绝父女关系，也绝不会承认他肚子里的孩子。如此一来，雨便再没了任何依靠。他常常会被雷声吓到，却又不得不收起狂风中的被褥。他必须工作养活自己和孩子，唯一支撑和陪伴他的是腹中那个小小的生命。不知从何时起，他的身边多出了一个男人，而父亲虽然依旧嘴硬，却也开始主动为他分担起了家务。一切似乎都在变好，只是当他独自漫步在稻田中时，忧伤依旧会爬上脸颊，他还是忘不了他。这天是母亲的忌日，外面下着大雨，雨想征得父亲的原谅，却再一次发生了争吵。 Aşık oldum ben baba, öyle yoldan geçen birinin çocuğu değil. Konuşma! Bunu bana anlatma Jet. Ananı anlat Jet.
争持之下，雨的腹中突然一阵剧痛，父亲顿时慌了起来，他赶紧叫人，剧痛席卷雨的全身，他忍不住呼喊凯莫尔的名字。他多么希望此刻他能守在自己的身边，他多么希望他能亲眼瞧一瞧他们的孩子。爱到骨子里的两个人，思念也必然是相互的。虽然迫于家族压力，凯莫尔最终不得不接受两方的共识，但他从未碰过努佩一下。尽管他打小就喜欢着自己，笑容早已在凯莫尔脸上褪去，留下的只是无数个深夜的彷徨失眠。他曾无数次寻找雨的下落，可结果却都无功而返。直到这一天，手下着急忙慌地跑来，终于查到了雨生活的地方，吃了他的眼眶。可他并不知道，他们晃动的其实是摇篮里的宝宝。不甘心的驱使下，凯莫尔还是找到了雨工作的地方。四目交织的刹那，两人内心皆是巨浪滔天，朝思暮想的人就站在眼前，可雨却不得不再次伤害他。看着远处像极了自己的男孩，此刻的凯莫尔只差雨的一句承认。真相已然再难隐瞒，他们来到天台，而折磨了两人数年的误会和心结，终于在这一刻土崩瓦解。悔恨继之而来的是无尽的愤怒。安顿好雨和儿子，凯莫尔打通了木茶的电话，他将他约到海边，在听完他一番虚伪的解释后，毫不犹豫地结束了他的生命。与此同时，努佩通过监控看到了凯莫尔和雨的重逢，在弟弟的不断鼓动下，他最终还是起了杀心。这天晚上，凯莫尔做了一个梦，他梦见儿子被绑，枪响的一瞬间，他从梦中惊醒，看向房外，儿子正在海边开心的玩耍。凯莫尔知道自己和雨的再次重逢必然会引起努佩和他弟弟的愤怒，为了不让悲剧再次发生，他必须要彻底解决两家的恩怨，而今天的陪伴或许就是他最后能做的事情。很快凯莫尔就接到电话，弟弟塔克被对方抓了起来。尽管内心有万千不舍，但无论是为了塔克还是雨和儿子未来的安全，这一趟凯莫尔都必须要去。应对方要求，凯莫尔只身前往，他用自己换出了塔克，而手枪也对准了他的胸口。面对眼前这个自己又爱又恨的男人，努佩却迟迟下不了手。直至此刻，他仍旧想再给凯莫尔一次机会，只要他肯回头，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。只是向着挚爱之人开枪，又有谁可以轻易做到？而就在努佩犹豫不决时，那声枪响还是响了起来。巨浪无情拍打着礁石，苦苦等候的雨似是有所感应，只感觉肝肠寸断，万念俱灰。他用生命换得了爱人的一生周全，只是可惜的是，他终究没能陪他走到最后。那一年，我遇见了你，相信了一个叫永远的东西。那一年，我失去了你，遗憾变成了永远。